印巴5期空战那口气儿还没喘匀，印度三哥呀又整新活。都知道印度花2.4亿欧元一架买的阵风，被巴铁的歼十 CE 吊起来打了个哇抓 Q，4架阵风当场报销，苏30、米格29跟着陪葬。52分钟打出8-0的耻辱战绩，西方媒体直接盖章，4代半神话彻底破灭。按道理三哥受了这奇耻大辱，不得憋个大招？当然不是本招。之前印媒还集体破防，喊着跳过5代机，直接对标中国歼36 6代机，要搞3发无垂尾黑科技，一夜赶超中美。结果呢，发现牛逼吹大了，赶紧降格做人。最近印度官宣，先不搞6代机，全力造光辉 Mk2，今年年中必须首飞，目标就是跟歼十 CE 掰手腕。更离谱的是，美国突然大出血，史上首次把 F414发动机80%知识产权卖给了印度，允许印度本土制造，直接给光辉 Mk2 装上了美式心脏。我就问一句，前脚刚被歼十 CE 吊锤，后脚就造同款机对标，前几天还吹歼36，现在突然认怂搞4代半，美国平白无故送发动机，真的是好心吗？论语讲，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。道德经说，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。本期视频咱扒一扒印度三哥这场战机闹剧的底裤。为什么印度三哥从对标歼36疯狂跳水到碰瓷歼十 CE？ 美国 F414发动机到底是印度的救命仙丹，还是买好的战略死局？光辉 Mk2 吹上天，真能打赢歼十 C， 还是又一个30年磨一剑的笑话？我是不爱放大招的大招，欢迎来到老几。先给没看过5期空战的兄弟快速复盘一下印度空军的至暗时刻。2025年5月7号，印巴爆发本世纪最大规模超视距空战，印度出动72架战机，包括阵风、苏30 MKI、幻影2000，号称南亚无敌编队。巴铁只派42架，核心就是歼十 CE 加枭龙 Block 3。结果呢，52分钟单方面屠杀。英国空军月刊实锤，巴铁歼十 CE 击落4架阵风，外加苏30、米格29、幻影2000各一架，总共8架印军战机凌空爆炸。印度飞行员要么跳伞被俘，要么机毁人亡。最打脸的是，印度输就输在对歼十 C 加霹雳15导弹的完全无知。他们以为霹雳15射程只有150公里，结果呢，真实射程超过200公里。阵风还没看见歼十 C 就被导弹点名击落。这场仗打完，印度彻底慌，花大价钱买的4代半阵风打不过10年前的歼十 CE。再看国产 LCA 光辉战机，连自家空军都嫌弃，30年磨一剑，造出个空中轮椅。所谓国产5代机 AMCA 还停在 PPT 上，连原型机的影子都没有。于是印度媒体开始疯狂炒作，别买 F35，必须向东看，跳过5代机直接造6代机对标歼36。那架势仿佛明天就能造出无垂尾3发动机指挥无人机的6代重型战机，一夜抹平代差。结果呢，短短几个月画风突变，印度悄悄砍掉6代机噱头，全力推进光辉 Mk2， 公开宣称这款战机达到4代半水准，专门对标巴基斯坦的歼十 CE。从吊打歼36到碰瓷歼十 C， 不是印度清醒了，而是被现实狠狠来了一刮，不得不低头。为什么突然降格？我给你拆穿3个不能说的秘密。第一个秘密，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。印度的工业实力配不上他的野心道德经有言，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，9层之台，起于垒土。现代战机研发是一步一个脚印的系统工程，4代机打基础，5代机突破隐身、航电、发动机，6代机再升级智能、无人协同，全向隐身，没有前面的积累，直接跳级，等于空中楼阁。中国歼36为什么能出来？因为歼20已经完全成熟，风洞、材料、发动机、航电全部自主可控，几十年厚积薄发，水到渠成。可三哥呢？4代机 LCA 光辉搞了30年，全球最慢，轻型战机都造不明白，靠法国、美国、俄罗斯拼凑零件，号称万国组装机。5代机 AMCA 喊了10几年，至今呢还是图纸，连原型机都没造出来。6代机呢，连5代机门槛都没摸到，还想搞3发无垂尾，相当于连自行车都不会骑，
非要去开 F1 赛车，纯属异想天开。印度军方不是傻子，他们清楚再吹6代机就是自欺欺人，不如先搞个能飞的4代半，至少能填补战机缺口。这就是从对标歼36到碰瓷歼十 C 的真相，不是不想，是真的做不到。第二个秘密武器空战打醒印度，阵风都打不过歼十 C，6代机再强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武器空战，印度最大痛点就是现役战机完全不是歼十 C 的对手，阵风是4代半顶配，被歼十 C 吊锤。苏30 MKI 是重型战机，航电落后，米格29幻影2000濒临退役。印度空军现在只剩29个战机中队，离理想的42个差了13个。未来5年，幻影5000、美洲虎、老米格29全部退役，战机缺口会越来越大。这种情况下，你跟我说搞6代机，2030年才能服役，等你造出来，歼十 C 都升级到 Z 版。所以呢，印度只能低头看清现实，先造一款能快速服役、对标歼十 C 的4代半战机，填补空缺，保住南亚霸主的面子。光辉 MK2 就是这样被推上全村的希望。第三个秘密美国掐住印度命门 ，F36不给，6代机别想。只能玩美国指定的玩具。印度之前天天喊买 F35，美国一直吊着不卖，为啥呢？因为美国要的是一个听话的小弟，不是一个能威胁自己的对手。F35是5代机核心装备，美国绝不会卖给印度这种摇摆国家，更不可能转让技术。现在呢，印度想搞6代机，更是触碰美国红线，美国绝不允许印度跳出自己的控制，搞自主先进战机。所以美国反手给个甜枣，也就是 F414发动机，80%知识产权转让，让你造光辉 MK2， 看似大方，实则精准拿捏，给你一款成熟但落后的中等推力发动机，让你只能造4代半，造不出5代、6代，把印度航空工业彻底绑上美系战车，以后发动机、航电、武器全得听美国的，削弱俄印关系，抢占印度军购市场，一举3得。韩非子讲事易则备变，时代变了，印度还以为捡到宝，殊不知已经掉进美国的战略陷阱。好了，现在印度举国狂欢，光辉 MK2 加 F414发动机今年首飞，2028年服役，2030年量产，吊打歼十 CE， 印媒吹得神乎其神，加装压抑，气动大升级，换装 F414发动机，推力 9.9 吨，最大起飞重量 17.5 吨，轻型变中型。11个挂点，载弹 6.5 吨，可挂布拉莫斯 NG 阿斯特拉导弹，国产 UTT-AM 有源相控阵雷达，探测距离150公里，国产化率超 70%， 印度制造巅峰之作，牛不牛逼？只能是听起来很牛。告诉大家，光辉 MK2 就是一个纸面强国实战弱鸡的拼装货，跟歼十 C 一比差了不止一个档次。先看《论语》讲，君子纳于言而敏于行。这三哥正好相反，敏于言，纳于行，嘴强王者。印度最骄傲的就是 F414发动机加 80% 知识产权转让，号称彻底解决心脏病。我告诉你，这 80% 是无关痛痒的技术，剩下的 20% 才是真正的命门。美国通用电气只转让 80% 知识产权，为啥呢？因为核心的 20% 单晶涡轮叶片、热胀涂层、FADEC 数字控制系统源代码，美国死死攥在手里，绝不转让。印度所谓的本土生产，本质就是高端组装，核心部件美国提供，印度负责拼装维护。一旦美国断供，光辉 MK2 直接心脏骤停，变成一堆废铁。再看歼十 C， 早期用 AL31FN， 现在全面换装国产涡扇 10BC， 完全自主可控，推力更大，可靠性更高，不受任何国家卡脖子。荀子讲，君子生非异也，善假于物也，但前提是假于己，而非假于人。印度把战机命脉交给美国，这不是自强，而是自负手脚。光辉 MK2 最大改动，在无尾三角翼基础上强行加装全动压翼，号称机动性媲美正风歼十 CE， 这不让人笑掉大牙。气动设计是系统工程，不是打补丁。歼十 CE 正风的压翼从一开始就全系统优化，风洞吹了几万次，飞控代码完美匹配，涡流利用，机动性、操控性达到极致。光辉 MK2 呢，
老机身加新压抑，强行拼接，没有系统性重新设计，涡流干扰严重，飞控率编写极难，飞行安全隐患巨大。这就像给夏利装了个法拉利尾翼，看起来很帅，实际上不仅跑不快，还容易翻车。印度吹光辉 Mk2， 国产 UTTAM 雷达跟踪50个目标，同时打4个。阿斯特拉导弹射程300公里，布拉莫斯 NG 超音速突防。现实呢，国产雷达可靠性极差，光辉 Mk1A 已经放弃，换装以色列 ELM2052 雷达，光辉 Mk2 大概率还是用国外货。阿斯特拉导弹研发30年，至今还没完全成熟，射程吹到300公里，实际能打100公里就不错了。整个航电系统，美国发动机，以色列雷达，英国弹射座椅，法国飞控，典型的万国牌，系统集成极差，兼容性灾难，哪个飞行员开上它能不慌呢？再看监视 CE 呢，全套中国自主，先进有源相控制雷达，探测距离远，抗干扰强。霹雳15超远程空导弹，射程200公里加，武器空战已经实战封神。霹雳10格斗弹，高机动，大离肘，近距无敌，完整体系作战，预警机、电子战、数据链、无人机全网联动，先敌发现，先敌开火，先敌摧毁。孙子兵法讲，上下同欲者胜，体系作战才是现代空战的核心。印度光辉 Mk2 连自己的航电都搞不定，还想跟歼十 CE 打，纯属以卵击石。最扎心的来了，歼十 C 2018年已经批量服役，已经装备数百架，经过无数实战化演练，成熟可靠能打。光辉 Mk2 2026年才首飞，2028年拿作战许可，2030至2031年才量产，想形成战力至少得2032年。等到光辉 Mk2 服役，歼十 C 也都升级到 N 次，甚至歼36 6代机都大批列装。印度拿10年后画的饼去打现在的现成战力，论语讲王者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。印度这是追了个寂寞。总结一句话，光辉 Mk2 纸面数据看似接近歼十 CE， 实际差距是自主对上了拼装，成熟对上了难产，体系对上了散兵，现在对上了未来。印度想靠光辉 Mk2 翻盘，只能说梦里啥都有。接下来说说美国 F414发动机是印度的蜜枣还是毒药？现在印度全国沸腾，美国转让 F414发动机是印美关系里程碑，印度航空工业从此崛起。但我告诉你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美国越慷慨，陷阱越深。道德经讲，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；将欲废之，必固新之。美国这波操作，表面帮印度，实则害印度，一箭三雕，招招致命。第一雕，地缘绑定，把印度彻底绑上印太战车，削弱俄印关系。印度一直是俄罗斯武器最大买家，70%列装俄制。美国眼红几十年，现在转让 F414，就是挖俄罗斯墙角，让印度战机换上美制心脏，以后后勤、维护、升级全靠美国，慢慢把印度军工体系变成美国的附庸。美国要的不是印度强大，是印度听话，成为制衡中国的南亚棋子。第二雕，技术阉割，永远不让印度掌握核心航发，卡死5代机、6代机的上限。F414是什么发动机？上世纪90年代的技术，美国自己都在升级 F414 EPE， 研发下一代变循环发动机。F414早就不是尖货了，美国转让落后技术，既卖了人情又挣了钱，还卡死三哥的上限。三哥只能靠造4代半，造不出5代、6代。核心技术永远在美国手里，印度永远是组装厂，不是研发国。以后印度想搞先进航发，必须看美国脸色，永远无法真正国防自主。第三雕，经济收割，用发动机绑架印度军费，割一辈子韭菜。F414发动机单价超1000万美元，印度首批买99台就是10亿美元，后续还要追加，总成本数百亿美元。印度所谓的本土生产，还要靠建工厂、买设备、付技术转让费，全是无底洞。美国躺着挣钱，三哥还得感恩戴德，这就是最高明的割韭菜。送三哥一句论语，巧言令色，先以人。美国的甜枣全是包裹糖衣的毒药，印度吃下去短期舒服，长期必死。同志们，看到这儿你应该彻底明白，武器空战的余温不仅是印度的耻辱，更是整个世界航空格局的缩影。中国从跟跑者变成领跑者，
歼十 C、歼20、歼36，一代比一代强，自主可控，体系强大。印度从自大者变成焦虑者，从对标歼36到碰瓷歼十 C，真可谓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。美国从霸主变成算计者，用发动机捆绑印度，维护霸权，收割小弟儿。中庸讲至诚无息，不息则久。真正的强大不是靠嘴吹，不是靠买，不是靠跳级，是脚踏实地，日积月累，自主创新，久久为功。三哥今天的闹剧给全世界所有国家上了一课：没有自主工业，没有核心技术，再豪华的装备也只是别人手里的玩具，再大的野心也只是空中楼阁。而中国用几十年的坚守告诉全世界，天空的规则已经改写，从仰望别人到别人仰望。听懂的兄弟点赞、订阅、转发，评论区打一句中国军工 YYDS。我是白放大招，下期再见。